大家好，我们现在手上展示的这件毛衣呢，是起了85针，适合3、4岁小孩子去穿的。我用的是4.0和4.5的棒针，线的话是用这种3股的一个亮纱线。起针从衣领开始往下编织，起的是85针，这里加针加了16次。下面我织了44行，衣边是10行，衣领是6行。总长度的话是34.5，我们用4.0的棒针去给它起针，这里我们起85针，织一个3、4岁小孩穿的。把线放到我们的左手拿着，在左手食指上绕个线圈，拿出来，捏着交叉处，长线从线圈套过来打个结，我们圈到针上面去。这里起上下针的头，第一针向下圈，绕线勾出，勾出的线圈拉长，然后给它套到我们的左针上去。套上去以后，线圈不拉紧。第二针，针放到线下面去，从下往上圈，圈2根线，线给它轻轻带紧，然后绕线给它勾出。勾出的线圈拉长，然后接着套到左针上去，一样的套上去，先不要拉紧。第三针从上往下圈，都是圈2根线，然后把线轻轻带紧，再绕线勾出，拉长套到左针上去。这个就是上下针的起针方法。当这根线在后面的时候，我们针放到线下面去，从下往上圈2根线。当这根线在上面的时候，我们从上往下圈2根线，再绕线勾出。这个就是上下针的一个起针方法。那大家就按着一针上一针下去给它把这85针起完。好，那我们现在呢，85针起完了，大家起完以后也要数一下，凹进去的这一针是上针，凸出来这个是下，一针下一针上，一针下一针上，这个顺序不能错。那套上去的一个线圈就代表一针，那我们数85个线圈。那起好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来编织。第一针我们也可以看这个线，线在下面，代表第一针是下针，那我们就向下去编织，圈1根线，然后绕线勾出，往右边移过来，再把左边的退掉。那第二针就是上针，那我们把线绕上来，从下往上圈，也是圈1根线，然后绕线勾出，往右边移过来，再把左边的退掉。上针织完一定要把线放下去。好，下针从上往下圈，然后绕线勾出，往右移，再把它退掉。好，上针绕上来，向上圈，绕线勾出，往右移，好退。这个就是一针下一针上，一针下一针上。那我们就按着这个上下针的一个织法，这个顺序去把这一行给它完成。第一行我们还剩2针来连接第二行的编织，一针下，一针上。好，织完以后翻卷，是辫子我们织下针，是疙瘩我们就织上针。那这个辫子第一针我们都去编织。好，这个是疙瘩，代表上针，把线绕上来，向上编织。是辫子 V 字形的，那我们就是下针，把线放下去，向下编织。是疙瘩，是上针，就把线绕上来，向上圈，绕线勾出。好，这个就是上下针的一个编织方法。大家呢就按着这个花纹去给它把这个衣领部分完成。后面每一排都是这样去编织的。
看到辫子 V 字形的是辫子，我们就向下去编织；看到疙瘩是上针，就把线绕上来，向上去编织。每行的每排的第一针都要去编织，是辫子就织下针。后面几行大家自己完成。现在我们衣领织了6行，这个宽度我就够了。那我们现在进行分针，这里前片我是分了13针，经2针用记号扣挂起来，肩膀13针，经2针用记号扣挂起来，然后这个是后片的26针，然后又是2针的经，我们用记号扣给它挂起来，肩膀13针，经2针，这边是前片的13针，这个就是我85针的一个分针。那现在呢，我们来织正身部分。正身部分的话，我们换这个紫色来织，所以我们把这个黄色线给它剪断，然后呢也要换针了。正身用4.5毫米的一个棒针去编织，全部去编织下针，向下圈，然后把我们的主色线给它套到针上面去，然后给它勾出来，好，再把它退掉。第2针圈进去以后，把这2个短线头压在我们的织线上面，好，这里全部织下针，也就是平针，把短线这个线头压到我们的织线上面去，给它压几针。大家也可以边织边压，如果懒得压的话，后面再进行去长线都是可以的。把这个短线头压到织线上面去，这就是边织去边压线，就是长线头一样的。好，这13针的一个前片织好以后，我们这个记号扣的这个地方就是经，就是中间部分，要在这个记号扣的经2针，右边和左边同时去加针。这里加针的话，我们是挑过渡线，给它挑起来，套到我们的左针上去，然后去圈后面那根线，这样子就没有一个孔孔啊。然后从上往下去圈后面那根线，然后绕线勾出，这样子就是加了1针。然后这经这2针呢，就是作为中心点，它是直接织平针的。好，那我们在左边的过渡线上一样的挑起来，从下往上给它挑起来，套到我们的左针上去，也是从上往下去给它织后面那根线，然后绕线勾出。好，这个就是经部加针。那其余的地方呢，就是全部去编织下针，也就是我们说的平针。这里的话有4个记号扣，所以说我们要加4次针，每次加针是一模一样的。从下往上去把这个过渡线给它挑起来，套到我们的左针上去，然后从上往下去圈后面那根线，织下针，这就是加了1针。记号扣挂了这2针是经作为中心点的，织完平针以后，在左边挑起过渡线，套到我们的左针上去，从上往下去加针，去织平针，这个就是加针。其余部分全部织平针，这个是在织正面。这件毛衣的话就分正反，正面织平针，也就是下针。
这里我们是边织边加针边引反前片衣领部分挖领啊，来记号扣部分上挑套到左针上去，从上往下圈后面那根线，绕线勾出，好，把左针退掉，这个就是加好针了。好，左边挑起过渡线，套到我们的左针上去，从上往下去织。加针的方法有很多种啊，我们前篇的话也有出过好多次视频教程。好，我们这来最后一次加针，后续的话加针的话我们就不演示，大家的话都是全部按正面加针，都是这样子的去加的。挑起过渡线，套到我们的左针上去，从上往下去圈后面那根线，绕线勾出。好，左边加针。好，这是经部加针加好以后，现在我们开始来这个挖领引反。那我们这里先引反一针，那我们就织一针下针过来。好，剩余的就不要去织了，然后翻转织物。现在开始是反面了，反面全部编织上针。那第一针的话，你看一下，线是在这个针上的，那是上针，所以说我们就上挑。挑过来以后，把这个线拉紧，拉紧以后再从下往上把线绕上来。这里显示是2根线，大家一定要记住啊。然后呢，全部去编织上针，全部从下往上编织，绕线勾出。这是反面，反面全部编织上针。好。大家的话，把这个上针一直织到这个记号扣的地方来，我们来在这边进行引反。这里中间的话都是重复的上针，大家自行完成。好，那我们现在知道这边是前片的13针，数一下2、4、6、8、10、12、13。那我们这里13针就是前片的，那我们这边也要开始在反面进行一针引反。那我们也是先织一针过来，那剩下的就不织了，然后翻转织物。现在呢就是正面，正面的话我们这个是下针，所以说我们就正挑过来不织，然后把线拉紧，再从上往下去给它绕线。这里也显示出来了2根线。那其余的我们去编织下针，在这个经部的这里，还是先从右边过渡线挑起来加针，从上往下去织后面那根线，然后经中心点照织，左边过渡线挑起来。套上去，从上往下去编织后面那根线。好，一共有4个记号扣，就是4根筋。先从右边加了，然后再织2个中心筋，再织左边的过渡线加针。这个4个记号扣的地方，在正面我们记得去加针。这里我就不一一去演示了，大家记得每个记号扣的地方去加针就行了。然后我们就织到这边来进行引反。我们织到这边还有记号扣的地方去加针。中心点经2针，好，左边去加针。这是我们第一次加针加出来的。这个呢有2根线，它其实代表是1针。
这样子我们两针一起织掉啊，就2根线一起织掉。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消掉了一个缺口。好，那这边正面又开始来引反1针，那我们织1针过来。好，后面的就不要织了，再翻卷织物。反面一样的，是上针上挑，线在针上面，挑过来以后，把线给它拉紧，再从下往上把线绕上来，再上去编织，全部编织上针。好，反面的话全部编织上针，然后我们织到这边来引反。好，我们织到这边来了，这里还有几针，给它演示一下。大家如果说看不清楚的话，不知道最后一针，你看一下，这里只有1个针目，但是它显示是2根线，所以说这里就是最后一次引反的地方。那这里要进行一个消行的话，我们不能直接向上织这2根线啊，我们要织后面这2根线，从下往上去织后面这2根线，向上圈，然后再绕线勾出。好，再把这2根线给它退掉啊，这样子就消行完成。那我们正面引反的那个1针，这里反面也是引反1针。我们是先从正面开始的，所以说正面引反的是1针，反面也引反1针过来，后面就不要织了，再翻卷织物。好，每次正面都一样，正面正挑过来，好，把线拉紧，再从上往下绕线，这里又显示2根线。好，那我们这里就开始去编织，引反了1针、2针，加了1次、2次。好，那就是这是记号扣的地方。大家如果说就是怕自己忘记的话，大家可以把这个记号扣啊给它移下去，就是你不清楚的情况下，你看我们引反了1次、2次，加了1次针、2次针，这里就是经部分。如果你搞不懂，怕老是弄错，大家可以先把这个记号扣给它移下去。那我们就知道，在这个记号扣的右边过渡线挑起来去加针。好，左边过渡线挑起加针。那加针的话，4个记号扣的地方都是一样的，那我这里就不一一做演示了。那我们就把正面平针全部织到这边来，再进行引反。好，我们现在织到这边来引反了。好，这2根线代表的是1针，我们向下编织。这里我们引反2针，所以我们织2针过来，然后翻卷织物。每次反面都是这样子的，第1针上挑，线在针上，然后把它拉紧，再从下往上绕上来，再全部编织上针。好，那我们把上针编织完到这边来引反。好，我们又织到反面这边来引反了。好，这1针，好，看一下这里显示1个针部有2根线，那我们这里的话，从后面去圈后面那根线，从下往上圈，然后再绕线给它勾出，这2根线同时退掉，这个叫是消行了啊。那我们正面引反了2针，那在反面的时候，我们也引反2针过来。好，引反以后再翻卷织物，然后每次正面也是一样的，正挑过来不织，然后把线带紧，再从上往下绕线，再全去编织下针。同样的，在记号扣的地方去左右加针。那我们这里的话就全部演示这个引反加针的话，大家给它自行去完成。好，又到了正面来，还剩2针。好，这2根线直接2针一起向下织，正面就直接织。
然后又开始引反2针，然后再翻卷织物。这里的话，大家记住，要换4.5的一个棒针去编织。第一针上挑，线在针上，把线拉紧，再从下往上绕上来，再向上去编织。然后我们编织到这边，又是引反2针。好，编织到这个反面引反的地方来了。好，最后一针，这里一个针目显示2根线的，我们就从下往上去挑后面2根线，向上织。好，又是正面引反几针，我们反面跟着引反几针。好，正面2针，反面引反2针，再翻卷织物。第一针挑，线拉紧，再从上往下绕线，再去编织下针。好，中间都是重复的编织下针，遇到记号扣的地方去加针。过渡线挑起来，从上往下去织后面那根线。过渡线挑起来。好，后面的每个记号扣的地方记得加针。然后我们织到这边来，再引反。好，又到这边来了，最后2针给它织完。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引反3针，织3针过来。我们可以把这4针全在我们的一个4.0的棒针上。好，剩下的4针，我们下一次引反不织了，翻卷过来。这一次引反3针，上挑，拉紧，从下往上绕上来，再向上去编织。反面全部编织上针，织到这边来引反3针。好，我们又织到反面引反的地方来了。好，这里2根线的，我们就从后面去圈后面2根线，每次都这样。正面引反呢3针，那我们反面也引反3针过来。好，最后也是剩4针，先不织，再翻卷织物，挑，拉紧线，从上往下绕线。再编织下针过来，这个记号扣的地方加针部分，大家一定不要忘记哦。我们织到这边来，引反最后一次。好，正面引反的地方，好，最后剩4针，我们全部给它编织完。好，完成以后每行的反面的第一针，我们是上针都要去编织，线拉着，针放到线下面去。第一针你看是疙瘩代表上针，那我们就直接织上针，全部编织。这是反面，全部编织上针，一直织过来，织到这边引反。好，我们到反面来了，这是最后一次引反，全后面2根线放掉，最后剩4针，我们给它编织下针，全部给它编织上针，4针完成。好，那我们现在就全部这个引反已经完成了。那以后每一排的正面啊，第一针是下针，我们就全部向下去编织，就是第一针都要织；是上针，我们就织上针，啊，就这样子，全部第一针都要去织。那现在我们引反完以后呢，
那就开始继续去加针，在4个记号扣的地方左右各去加针。那我们这里已经加了6次了，我这里还准备加10次，一共加16次。如果小孩子比较胖，或者你手势织的比较紧的话，你也可以多加1次到2次。比如说小孩胖啊，你可以加17次到18次。我这里的话手势比较松，我就加16次，再来给他演示后面的一个编织法。那后面的这10几次加针的话，大家自己完成就可以了。怕忘记了，把记号扣取下来往前面去挂，就是4个记号扣的地方去加针，然后正面织下针，反面织上针，然后重复的去编织，然后加到我们需要的一个针数，我们再来演示后面的编织方法。我现在衣服的话，我已经加了16次针在每根筋上面，那是正面加，反面没加，这里就是32行。大家如果不知道怎么去数针数的话，我们可以数前片，因为我们前片留的是13针，如果加了16次的话，那前面这部分的话就是29针，数到这个筋部加针，这里就是29。如果你是加17次，那你就是30针，加了18次，这里就31针这个大家按这个规律去数这个针数。然后呢，我们现在的话开始来分袖子。筋的话，我们是预留了2针，那我们1针分到前片去，然后从这个筋这一针到这一根筋的右边这一针，那我们是当做袖子的上面的一个针数。那我们把这个针呢，给它圈在这个针线上面把所有这个袖子上面的针数给它圈，用大别针圈一根线，然后全部给它圈在这个针线上面去。好，大家自行给它圈到这根筋上面的右边这一针。那袖子圈好以后，我们把线绑起来，那前片跟后片就要连接起来。在连接的时候，我们袖下加针，加6针，用我们的食指绕线圈，食指顶着线，然后针从上面这根线给它圈进去，圈1针、2针、3针、4、5、6，这个就是袖下加针。然后我们再连接后片，后片的话全部编织下针的，那我们给它连接起来，然后把下针织到这边的袖子来，我们把这边的袖子给它圈起来。那大家的话自行给它织到这边来就可以了。好，这边袖子也是一样的，2根筋，1根筋分到左边的分到我们这个袖子上另一边的筋右边的这一针分到袖子上，然后我们把它圈起来，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后片连接前片也是要加6针的，我们把这6针给它加上去。好，加上去以后，这里织平针过来连接。好，我们织到这个袖下加针的地方来了大家这里的话织的时候给它轻轻的放是上针，在反面的话我们织上针，织出来的线圈推出来轻放，不要往两边拉扯。好，第2针织出来也是放掉线轻放，3针、4针、5针，好，6针织好，再连接前片，两边袖下这个加针都是这样子去编织上针，然后织的时候给它轻轻的放，不要就是说这2根针往两边使劲拉，千万不要拉轻放，这样子的它就有松紧，你看。然后我们就照着正面是下针，反面是上针去给它编织。
衣服的这个正身部分。然后大家记住，第一针都要织，正面是下针，我们就直接织下针，反面是上针，第一针我们就直接织上针。知道我们需要的长度以后，我们再来演示一边的换线织法。那后面的正身部分的话，大家就自行去完成。好，我们衣服的下半身我已经完成了。我这里从袖下这里加针开始往下去编织，一般我们是织42行。那如果大家织的比较松，显得宽，大家也可以多织2行。那我这里是织了44行。那我们来教大家如何去数这个行数。这样子一个 V 字就代表了是1行、2行、3行、4行。那大家就按着这个规律给它去数，数的我们需要的这个行数。那我们知道自己需要的这个长度以后，我们就不需要去织了。这里的话，我们就开始织毛衣的一边，记得换4.0的棒针。我这个是4.0的。然后断线，底边织上下针，我们换这个黄色跟衣领同样的颜色，一针下，一针上，上针把线绕上来，向上去编织。上针织完以后，把线放下去，再向下去编织。上针绕线向上圈。那一边的话，我这里是准备织10行的。这里的织法跟衣领的上下针织法是一模一样的。那大家的话，把这一圈这个上下针给它换颜色，按着一针下、一针上、一针下、一针上的顺序给它织完。好，我们现在的话，这个上下针的10行已经完成了，我们现在开始来收尾。那如果是第一针是下针的话，我们就向上去编织。织上针。那第二针是上针，上针我们就向下，然后把这根线从后面给它放下去，然后绕线，然后挑起第一针，套过第二针，是下针我们就向上，把这根线从后面拿上来，然后绕线勾出，挑起前面一针，套过第二针，上针我们就向下，把线从后面放下去，再绕线勾出。这个就是上下针的收尾，就是反着来的，下针向上，线的话也是从后面拿上拿下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那我们就按照这个规律把这个上下针收完。好，上下针收尾，我们再来演示一遍。辫子针是下针，那我们就向上反着来，好，把线从后面拿上来，绕线勾出，挑起前一针，套过第二针。是疙瘩就是上针，那我们就向下，把线从后面放下去，再绕线勾出，挑起前面针，套过第二针，这个就是上下针收尾。这里还剩下几针，下针我们向上，把线拿上来，绕线勾出，挑起前面针，套过第二针，上针向下，把线放下去，绕线勾出，挑起前面针，套过第二针，上。好，完成以后断线，把线圈拉长，然后把这个线头从线圈穿过来，然后给它慢慢的收紧。好，收紧以后我们来长线，把线头长起来，这个收尾就完成了。大家可以穿在大笔针上去长线的话更方便一点这里长起来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现在来织这个袖子，先把这个线给它解开，然后把这个线上面的这个线圈，我们穿到这个针上去，用4.5的棒针去穿，穿几针，然后把线拔出来，我们分别穿在这个3根针上。
好，这个穿16针，中间穿15针，然后另外一根针也穿16针，我们分别穿在3根针上就可以了。后面的大家自己去穿起来。好，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圈起来了。那我们袖下的话还有6针，我们找到中间这一针，好，然后我们把针穿进去，把线套到针上去，给它勾出来。先挑左边的3针，一边挑，把这个短线头放在我们的织线上面压进去，藏起来。好，左边3针调好以后，这里连接的有个过渡的地方太长了，那我们在这个过渡的地方去给它调2针起来，那这2针是多余的，到时候我们在织的时候给它剪掉。好，然后再来连接针上面的。好，这里全部织平针，织到这根针上面来。好，我们织到这里了，还剩2针，给它织完。刚才我们在挑袖下的时候，过渡的地方挑了2针，那这边的话，我们也是要去给它调2针起来的。这2针的话，也是在我们织的过程中要去给它剪掉，这是多余的针数。好，那我们在袖下里右边的3针给它调起来。好，那现在整个袖子呢，我们就已经挑完了，两边的袖子的挑法是一模一样的。那现在我们开始来织这个平针，全部编织下针。然后我们这里不是多余的挑了2针吗？那我们在织的过程中给它剪掉。好，已经剪掉了1次，那到下一圈的话，我们再剪1次就可以了。好，那大家就按照这个平针的编织方法，我们织到这里再来剪针。好，我们织到这边来了，这3针是袖下的，那我们在这倒数的第3针跟多余的这一针2针并印针给它收掉。好，我们已经收了1次了。那在第2圈的时候，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把这多余的一边1针给它收掉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袖下剪针的话，就是织6行再来剪针。那大家的话就按着圈织全部编织下针的方法啊，我们一共编织6圈以后再来教大家啊，再来演示这个袖下剪针。全部向下去编织圈织啊。然后这6行的话，大家自己去完成。好，我们袖圈的话，我已经织了6行，现在是在第7行。我们来教大家数一下，这样子一个 V 字就代表1行，2、3、4、5、6。那我们现在开始来袖下剪针，以第1针为中心点，第2针和第3针2针并印针啊，这个是剪针的位置，每次都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其余的全部编织下针。织到最后一针来剩3针，我们再来剪右边的剪针。好，我们织到最后一针，一根针上面的剩下3针，倒数2针，我们2针并印针，这一针为中心点织下针。好，这个就是袖下剪针，每次织完6圈以后，第7圈来剪针，先从这个左边开始剪。然后我们再来剪右边的，中间的话就是这2针为中心点。那我这只袖子的话，已经收了1次、2次、3、4、5，又收了5次，然后再向下织了6圈。然后第6次的话，我是在织上下针之前这一圈里面去剪6针的。那大家的话也按这个规律给它织完。好，我这个袖子已经织好了。我是
6圈，第7圈开始减针的，减了1次、2次、3次、4次、5次，然后呢，从这里开始数，数到我们织好的一共是42圈，那我们这个袖子的长度就够了。那我们换细一点的针，就是4.0的针，然后也换黄色的线来织袖口。那我们袖口的话是织的上下针，第一针向下圈，把线套到针上，给它勾出来，然后所有的短线给它压在这个织线上面。第二针织上针，把线绕上来，向上去织。好，第3针下针，好，就是一针下一针上，好，一针上。那我们在织上下针的过程中，这一圈我们去平均啊，一根针里面去减2针，那减针直接就是2针并1针。那我们下针一针上，一针下，一针上，一针下，好，再减1针，就2针并1针。那我们3根针的话啊，就是这样子平均去把这6针给它收完。后面2根针的话，收法也是这样子的，平均去把这2针给它收掉。然后收掉的话，我们一边织，按着一针下一针上，一针下一针上的顺序给它排完。那我们一圈剪完以后，那我们就圈织，按着一针上一针下的顺序去给它织10圈，然后再来收尾。一样的，一个 V 字就是代表1圈、2圈、3圈，大家给它自行去完成。这边给它演示一下。辫子 V 字形的是下针，疙瘩的是上针，把线绕上来，向上织。好，那么这织完10圈的话，我们再来收尾。上下针的收尾它都是一样的，那我这里就演示最后几针的一个收法。是下针，我们就向上把线从后面拿上来，挑起前面一针，套过第2针。是上针，我们向下把线放下去，这里主要就是看最后一针，中间的话都是上下针的收尾一模一样的。下针向上，上针向下。好，最后一针的话，我们挑起第1针。好，再来进行一次，这里是下针，那么就向上，把线放上来，再绕线勾出，挑起前面针，套过第2针。好，这里注意，这个线直接给它拉过来，剪断以后直接拉过来，然后我们把线头给它用这个大鼻针藏进去就行了。线头我们藏在里面，按着花纹去藏，在下针的地方，左边圈1次，右边圈1次。藏多一点，藏好以后断线就可以了。后面的我就不演示了，大家自己藏完。两边的袖子是一样的编织，我们完成以后来挑这个门边，这门边两边也是一样的，挑的针数都是一模一样的。那我这里是挑3针，然后空1针，再挑3针，再空1针，就按这个规律去给它挑的。挑完以后我是63针，那这边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在这个上针的地方。第1针的话，一定要靠近边缘，靠近边缘去给它圈针，然后把线套到针上，勾出1针，
2针，线头给它压进去藏起来，3针，然后我们空1针。比如说这个孔孔我们是要圈针的，那我们空1针，那我们再上一个孔孔这里去圈1针，1、2、3，然后又是空1针，这个孔孔我们就不圈，然后我们到上一个孔孔这里去圈，那我们就按着这个规律。挑3针，空1针，再挑3针，再空1针，一共是63针。那如果有多余的，那我们在中间的话可以给它适当的空个2针最后1针的话也要再挑到这个边缘，挑在这个地方。那中间的部分的话，大家按3针空1针的规律去给它挑完。门襟的话，一边的话我们是从正面开始调的，这边的话我是从下往上去挑，那这边呢我是从上往下去挑，就是在正面去挑针。挑完好以后，我们就来织上下针。那我们是在反面开始织的，那我们在正面第1针的话要给它是下针，所以说我们第1针织上，把线拉着，针放到线下面去，第1针我们就向上去编织。好，那中间的话就按着1针上1针下的顺序，这个规律去给它把这63针给它完成。好，大家的话自己把后面的给它完成。我们这个一边来看一下，正面挑起以后，反面织1行，正面织1行，反面织1行，那我就已经织了3行。那如果正面那一行挑起的算1行的话，就一共4行了。现在我们在正面，那我们来挖扣眼，这个是在正面。扣眼的话，我们在平均先把头和尾这个拿记号扣给它挂上，做个记号扣，然后在中间取中间一个地方做记号扣，然后呢这2点的中间点，还有这2点的中间点。这就是5个扣眼的地方。那我们做完记号扣的话，就开始来挖扣眼。第1针下针，上针。好，这2针并为1针，我们先减后加，这就是减1针加1针，这就是扣眼。然后呢，这里是下针，我们就直接去织下针。这里的这个距离我都是算好了，都是一模一样的3针，4、5、6、7、8、9、10、11、12，好，12针一个扣眼。那我们又继续在这里2针并1针，先减1针，再加1针。好，后面的话按着这样子，下针就织下针，上针就织上针，去编织就行了。然后在我们记号扣的地方的话，去减扣眼都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后面3个扣眼的话，大家自行去完成。好，这里还有最后一次挖扣眼，2针并1针，先减后加。好，挖好以后，反面的话我们来织。大家如果是扣眼的话，扣子比较大的话，大家就是直接去织这根线。如果你想扣眼小一点的话，我们就织后面那根线。这里轮到它是上针，我们就织上针；是下针，我们就织下针。那这里轮到是下针，那我就织后面那根线，让扣眼小一点，然后再接着去编织。那后面的话就是挖扣眼的地方也是一样的去编织，我们都织后面那根线，因为这个毛线的话它是你看一戳就有个大洞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圈后面那根线。这个门边的话我是用4.0的棒针织的，织的比较紧，
那我们算上挑的那一行，一共是织了8行以后，我们再来收尾的。那我现在的话已经在织第6行了，然后我们还有2行完成以后，大家再进行收尾就可以了。好，你看又到了这个加针扣眼地方，正常是圈这根线，但是我们想要扣眼小一点的话，我们是下针，就从上往下去圈后面那根线，然后绕线勾出。那后面的话还有3个扣眼的部分，大家按这样子的方法去给它完成就可以了。好，收尾部分还有几针，我来给它演示。上针我们就向下，然后挑起前面针套过第2针，下针我们就向上，把线从后面拿上来，挑起前面针套过第2针，上针向下，好，下针向上。好，收完尾，把线圈拉长，线头从线圈穿过来，然后慢慢的给它拨紧，然后把线头藏起来就可以了。藏线头的话都是一样的，我们什么颜色的线头呢，就往什么颜色的针目里去藏就行了。啊，这个是黄色的，我们藏在下针的地方，左边圈1次，右边圈1次，然后藏好以后，大家断线就可以了。好，我们现在来给它演示这个衣服上面的一个图案。这边的话，我们也可以做这个就是实物的一个这个向日葵。那也可以像我一样织个口袋给它缝上去。那我这里的话给它演示这个口袋的一个织法。如果大家想要这个在这边一样的缝一个向日葵的话，到时候我们根据这样子的缝法去弄是一样的。我这里的话口袋我起的是19针。起针的话随意，起19针以后，我们是织的这个丹桂花，也就是满天星，一针上一针下织一行就错位的。那我们先把这19针给它起好，起针随意。好，我这里随意起15针来给它演示啊。大家如果想要织口袋的话，这里是19针。那起好针以后，我们就织这个。第一行就是一针下，一针上，就织这个上下针。然后后面每一行的话，我们就是给它错位的，上针我们就织下，下针就织上，上针织下。好，我们看到上针呢，我们就织下针；看到辫子是下针，我们就织上针。那这个就是丹桂花，也叫满天星的一个编织方法。是疙瘩我们就织下针，是辫子我们就织上针。那像这样子去织14行以后，我们就来减针。这里的话，我就给它演示一下减针。每次都是我们把一面当正面，每次在正面去减针，反面不减。也可以理解为隔一行减一次，两边同时去收。这边我给它演示一下减针，这一共14行，大家自己去完成。这里就演示2行后面的12行大家自己完成。那我们第一针呢，我们正织，在减针的时候，第2针和第3针去给它收针。
第二针挑，第三针织，然后把第二针挑起来，套过第三针。好，这个是右边减针。那中间的话是下针，我们就织上；是辫子，我们就织下；是疙瘩，我们就织下；是辫子就织上。这个就是错位我们也叫满天星的一个针法。好，倒数第二针和第三针两针并一针，这个是左边的减针最后一针的话我们直接织。那这个就是正面减针，反面的话照织过来。那我们是辫子织下，疙瘩织上，这样子的方法去给它完成。那我呢是19针织了14行以后开始来减针的。那我们正面减，反面不减，减了4次，剩下的这11针，然后我们就收尾。然后这里演示收尾以后，我们给它再来进行一个缝合。这边后面我就不演示了，给它演示一下收尾。第一针挑，第二针织，然后挑起第一针套过第二针，后面的都是这样子的，织一针，挑起前面针套过第二针，这就是简单的一个平针收尾。大家就按照这个平针收尾去给它完成。就是我们要记住最后一针就是你在收尾的时候，我是11针的。为了让它有一个圆度一个弧度，我就给它最后是2针并一针的，然后再挑起前面针套过第二针。好，把线圈拉长，断线，线头大家留长一点，然后拿来缝合这个口袋。那我这里就不演示了大家把线剪断，穿过这个线圈就可以了，然后就成了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线头穿在这个大鼻针里面，进行去缝合这个口袋。好，我们先给它固定在这个衣服上面，把针线给它固定上去，然后去给它缝合。大家也可以直接就让它，如果你想要这个鼓，这个口袋是鼓的，大家就在这上面缝这样子去缝，挑2针。好，倒退一针，你看，倒退一针，好，又倒退一针。那大家就按着方法把这3面给它缝合在这个衣服上面就可以了。好，现在我们来演示这个太阳花这个的一个花瓣的一个缝法。我们先在这个衣服上给它把这个针线固定起来，横穿2针，好，拦截横，打一个结，固定起来。先给它找到位置，这样子固定一个竖条，然后在这个花瓣的地方，也就是竖条的下面，给它穿起来，然后再从这个横条这里穿过来。好，这里下针的地方也是它的下面，可以是同一个位置，也可以间隔1针。那么第二个就间隔1针，比如说这个孔，我们在旁边这个孔里去入针，也是横穿这个杠杠。好，这边入针的话也是它旁边1针就给它隔开，然后往两边慢慢的散开。好，一共弄3次。好，这边也是要隔1针。那它的花瓣的话都是
这样子去，都是这样去弄的。那我这里就完成了。那其他几个花瓣的话，大家就是按同样的方法去给它完成。然后大家缝完一个花瓣的话，就断线固定起来，然后再去起第二个啊。我这里的话就是懒得，我就一根线来的，所以说拉的不好看。大家就是缝完一个花瓣，然后你就固定起来，然后再长线断线以后再去起第二个花瓣。那后面的我就不演示了，大家的话给它找到位置的话，给它自己缝上去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口袋，针口袋。好，这边来演示这个叶子，叶子跟花瓣这个差不多，一样的，找到一个地方，把这个杠杠给它固定起来。好，在我们筋的两针这里啊，这是筋地方，也是穿过这个杠杠。叶子的话，我们不用扫那么开，就是根部。大家都可以同一个地方下，也可以在第二个地方下。大家用同样的方法去把这个叶子给它完成。就是这里的话没有这个太阳花散了开一点，然后大家的话这边也可以断线，在这边去起。那我就不一一去演示了，然后再来教大家织这个太阳花里面的这个地方。好，我现在来演示这个太阳花里面这个地方是怎么去弄的。我们剪一节线，剪长一点，然后我们把这个亮纱线这个丝的给它拔出来。好，慢慢的这往下拔。拔下来以后呢，我们就把它给它对折成三根。那我们一次缝的话是给它用3根这个亮纱线去缝合的。穿在这个大别针里。穿好以后，这个地方大家的话，第一排按着这个衣领部分去给它缝一排。那我们在这里再缝一个，这个里的话要也可以，不要也可以，大家自行去安排。那我就在这个袖子里给它演示一下，翻到反面来，然后在里面给它起针固定。好，固定好以后。大家找一个切入点，好，把针穿进去以后，好，把针放到这个线的地方，绕1圈、2圈，然后给它拔出来，这里就有个小疙瘩了。然后我们就按着这个地方慢慢的去缝。好，你看这里入针的地方，我们在旁边去给它这样子
本来我们是要穿进去的，我们省个步骤，我们直接从这里进，再从这旁边出。好，出来的地方一样的，这样子绕一下2下，然后又给它拉出来。好，就用这个方法的话，我们去缝一个圆形。大家也可以以它为中心点，慢慢的缝，也可以这样子，先缝一个圆形，再在里面去慢慢填。都按这个方法啊，在旁边去挑一针，再从这旁边出，绕一下2下。啊，好，后面的大家就自己去完成。好，我们来缝扣子，先把针线在这个衣服上给它固定起来，然后在这个衣服上啊，来回的把这个扣子给它固定好。大家就是多缝几次，固定稳一点。我这里缝了一个4、5次。然后在里面固定断线就可以了，长线。好，那件衣服就完成了。那个太阳花的话，大家的话，就是说，我这里的话就是已经衣服正身的话，我是用织了一个口袋啊当做的，这是真口袋。这边的话，我就是用绣的法子给它弄上去的。那这里的话，大家也可以弄一个小的这样太阳花啊。后面的我就不演示了，因为这个都是一模一样的啊，这花瓣的弄法都一样。然后大家先随意的去给它缝，哪里不圆，那我们就去哪里补习就行了。